女人10年来第一次走进家里的厨房，然而眼前的一切却让她羞愧难当。明明家里是富甲一方的万元户，可女儿身上穿的是一身寒酸的衣服，脚上也是缝了又缝的破鞋，而她丈夫则是每天任劳任怨的辛苦赚钱养家。得知真相的女人此刻自责不已。原来女孩有个暗恋的对象叫赵大伟，但家里做主把她嫁给了同村的宋玉川。谁料女孩只认准赵大伟，为了能得到他的喜欢，她拿着宋玉川的钱去贴补讨好赵大伟的姐姐赵青青。即便是做到了这种程度，赵大伟对她不仅没有半分喜欢，还对她厌恶至极。就在今天上午，赵大伟突然宣布结婚，全村的人都请了个遍，唯独落在了他家。女孩受不了这种刺激，又觉得对不起宋宇川跟孩子，一时想不开，便往村边上的大槐树一撞，打算一死了之。可能是他打动了老天，于是安排一位来自21世纪的集团女总裁，魂穿到身上获得重生了，还赋予一个灵权空间。妈妈，林之瑜看去，只见一个3岁的小女孩用害怕的眼神看着他，这正是原主的亲生女儿。小豆包，快到妈妈这边来。妈妈，喝水。林之瑜这才注意到她手里端着一个缺口的碗，她不禁鼻头一酸。妈妈，不哭，小豆包不饿，把饭都给妈妈吃，小豆包喝水就饱饱的。林之瑜瞬间破防，原主不仅为了讨好别人委屈自己亲闺女，还跟自己孩子抢吃的，简直太无耻了。谢谢宝贝，你饿不饿？想吃点什么？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？妈妈，我不饿。林之瑜没再说话，抱紧小豆包就往厨房里走去。他知道原主把家里的钱跟粮都拿去讨好赵青青了，所以瓦罐里的粮食肯定不会多。林之瑜不死心的还是打开了瓦罐。这原主是真够可以的，真打算把孩子饿死吗？林之瑜不是坐以待毙的性格，在旁边拿了个背篓，然后把小豆包装了进去。妈妈，我们去哪里？妈妈带你去找好吃的。林之瑜背起小豆包，凭着记忆往山脚下走。小豆包眼睛亮了亮，妈妈没有不要他，心里的害怕瞬间消散了不少。妈妈，我可以自己走。小豆包听话，等你吃饱有力气了再自己走好不好？好。小豆包重重的点了点头，表示他会听妈妈的话。到了山脚下，林之瑜看见山坡上有好多正在挖野菜的人，其中2个女人正为了几颗野菜的归属破口对骂。林之瑜不想惹麻烦，转身去了没人的河边。此时的小豆包已经睡着了，林之瑜将背篓放在安全的区域，他则是去河岸边观察情况。然而等他来到河边时，这才知道为什么那些女人宁愿为了几颗野菜大打出手，也不来河里捕鱼捉虾，这压根什么也没有。突然他灵机一动，从灵泉空间里面取出2滴泉水滴到河里，原本清澈见底的浅水区突然变得黑压压的，定眼一看，满满当当的都是鱼。林之瑜连忙捞起一条鱼仔细的看了看，1指来长的鲫鱼，很小，要是能大一点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鱼拿到镇上卖掉，买里面粮油了。突然间又想到了灵泉空间，于是立马从里面取出一小桶水放到那条鱼上，随后鱼就以肉眼般可见的速度长大了足足2倍。这太好了。于是林之瑜马不停蹄地将那些鲫鱼都捞到空间里，那些鱼被泉水浸过之后，跟第一条鱼一样变得又重又大，一条鲫鱼起码得3斤左右。林之瑜看着背篓里熟睡的小豆包，马不停蹄带着他去了镇上。这会儿有家饭馆后门正开着，餐馆老板正指着几条僵硬发臭的鱼跟彩蛋大发脾气。我说了多少遍了，鲫鱼要买鲜活的，就算买不到鲜活的也绝不能买臭的，你这让我怎么做给客人吃？扔掉扔掉，统统扔掉。老板，这鲫鱼实在是难买，就这些还是我排了半宿的队才抢到的，大家拿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，不行多加点调味料，客人应该吃不出来吧？你懂个屁，这鲫鱼是我祖宗要吃的，没我祖宗饭馆哪儿来的收入？没收入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去。老板，我是来卖鱼的，你看看我这些鲫鱼你收不收？我这不收死鱼，你还是拿到市场去看看。话没说完，视线扫过背篓里活蹦乱跳的鲫鱼时凝住了，剩下的话悉数吞回到肚子里。彩蛋异常兴奋，上前仔细查看了一番。老板，是活的，都是活的，还这么大。妹子，你这鱼哪儿来的？野生的应该没有这么大吧？这鱼是我自己家里养的，品质会比野生的更好，这条送你，你让厨师做个鲫鱼汤，等你品尝过后再决定要不要买我的鱼。饭馆老板一愣，没想到这妹子为人倒是挺敞亮，自报家门不说，这么大的鱼还说送就送。行，大妹子，冲你这么敞亮，我就试试。饭馆老板接过林之瑜手里的鱼，走到后厨亲自去料理了。彩蛋小伙子也跟着进去了，没一会儿就端着4个热腾腾的肉馅包子出来了。你们还没吃饭吧？这会儿过了饭点了，就只有包子，将就着吃点儿吧。彩蛋小伙子把包子放下，怕林之瑜不好意思，又连忙退了出去。此时的小豆包也刚睡醒。妈妈，这是哪里？这里是饭馆，妈妈给你准备了肉包，还有些烫吹吹在吃。妈妈，好香啊！妈妈，你先吃。还有好多，咱们2个一起吃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大妹子，你这鱼还真是可以，这些鲫鱼你打算卖多少钱1斤？林之瑜不太清楚80年代的物价，他思考了一下，我这鱼的品质你也亲测过了，比市面上的鲫鱼更新鲜，品质也更好，所以这价格嘛自然要贵2倍。餐馆老板当下没说话，这确实是非常难得的好食材，他想都买下来，
可这鱼也确实是珍贵。老板，这些鲫鱼贵在稀有鲜活，你可以将熬好的鱼汤摆在饭馆门口，邀请食客免费试喝。有购买鱼汤的食客们可以在现场挑选活鱼，现挑现熬，这样一来一定会吸引很多食客购买。另外，如果你手上的现钱不方便的话，也可以用米面粮油抵一半的账。饭馆老板闻言，眼前一亮，这真是个极好的方法。紧，那这些鲫鱼我都要的。于是饭馆老板就让彩蛋把背篓里的鲫鱼称好重，又去厨房置办了林之鱼需要的东西。大妹子，市场上的鲫鱼5毛1斤，你这鱼按1块5一斤，一共30斤，我要给你45块钱。我大米面粮油都按进价给你，大米和白面2毛1斤，一样给你30斤，就是12块钱。油的话就贵点了，算你8毛1斤，只能给你10斤，这样我再给你25块钱。林之鱼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可买不到这么好还这么多的米面粮油。然而县城里，赵青青在一家国营单位门口等了许久，终于见到了宋宇川。不好了，宇川，你家出事了。我家里出什么事了？宇川，林之鱼他太不像话了，为了得到我弟弟的喜欢，不仅花光了你给他的钱，还克扣小豆包的口粮。还有我弟弟今天结婚，没想到林之鱼竟然撞树寻死，再这样折腾下去，小豆包还不被他折腾死？你要不要回去管管？我知道了。宇川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我还有别的事，你自己走吧。宋宇川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，气得赵青青直跺脚。不管他怎么表现，宋宇川就是逼着他。爸爸，你回来了，你看，这是妈妈给我买的裙子和鞋子。爸爸的宝贝女儿可真好看。宝贝，吃饭了。不知道你今天回来做的饭有些少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再去多做一些。林之鱼，你拿宇川的钱去勾搭我弟弟不说，现在宇川他好不容易回趟家，你居然还这么大手笔的花他的钱。你知道他把工资都给你，自己在外面是怎么省吃俭用的吗？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？我花他的钱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跟宇川一起长大，就跟他姐姐一样，你自己不检点，明明都跟宇川结婚了，还不要脸的花他的钱去勾搭我弟弟，对小豆包也从来不管不问。要我说，宇川就该跟你离婚。像你这种无德无良又不要脸的女人，不要也罢。就算是亲姐姐也不会管这么宽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，在这胡乱攀扯我男人？还有你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让我们两口子离婚，怕不是喜欢我男人吧？赵青青对林之鱼发号施令惯了，哪里受得了这种气？我就是喜欢他怎么了？宇川那么优秀，就该配像我这样优秀的女人，不像你明明都结婚了，还勾搭我弟弟。听说你今天还为了我弟弟连命都不要了，你可真够深情的。我以前是对赵大伟有过好感，自从跟宇川结婚后，我便断了那些不该有的念想。是你一次又一次的来找我，说什么只要我拿钱给你，再跟宇川时不时的闹上一场，故意对小豆包不管不问，造成我对你弟弟念念不忘的假象。宇川就会吃醋，就会在乎我。可直到你弟弟结婚，我才醒悟，你哪里是为了我好，你分明是在骗我的钱给你弟弟凑彩礼。我一时想不开中了树，可惜我命大没死，就想着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好好过日子。可没想到你又跳出来掺和我的家事，为的就是搅和的我们两口子离了婚，你好把宇川据为自由，到底是谁不要脸？赵青青目瞪口呆地看着林之宇，这个女人到底知不知道她在说什么？你胡说，这都不是真的，你在诬赖我。我诬赖你？你弟弟结婚，对方要了1000块钱的彩礼，你们一家子都没工作也不种地，亲戚们的条件跟你们也差不多，所以钱是哪里来的？偷来的吗？围观的村民看赵青青的眼神都变了。我记得老赵家两口子犯了，把地租出去了，一年撑死挣个10几块钱。赵大伟跟赵青青又没工作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穷。可从4年前开始，老赵头经常喝酒吃肉，我还以为是从哪儿发了笔横财，没想到都是骗来的。可不是，之前赵婶子就到处吹嘘他家女儿有多厉害，帮着解决了赵大伟的彩礼，1000块钱呢。这要是真的，赵青青真是缺了大德了。岂止是缺德，骗了人家林之瑜的钱，还撺掇人家两口子离婚，妄图抢人家的男人，这样的女人不要脸到家了。这以后谁家娶了这样的儿媳妇，还不得被算计得家破人亡啊！赵青青脸色惨白，被那些话对的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完全没了刚来的时候那股子嚣张劲儿，转身就想跑，却被一把抓住。我每个月给你30块钱，4年就是1440块钱，你把这钱还我。你胡说，你分明一个月只给了我20耶！话都没说完，他才反应过来被炸了，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。宇川，你就看着你媳妇这么欺负我吗？是你在欺负我媳妇，还对我的家庭造成了伤害。还有我没有姐姐，也从未喜欢过你，以后切莫再要胡乱攀扯。宋宇川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疏冷感，让赵青青再也受不了，连忙跑开了。她必须回家找赵母商量一下对策。经济闺蜜为了抢走我的优秀老公，不断挑拨离间我俩的关系，而且还暗中下套，让她的弟弟来败坏我的名声。从此我就成了闺蜜随意操纵的傀儡。家里本该富有的家庭，不仅被我败得一干二净，就连3岁的女儿都饿晕在床上。女人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折磨，便往村口的大树一撞，打算一了了之。可能老天想给她一次重来的机会。
于是，一位21世纪的集团女总裁魂穿到他身上，必将好好的惩罚他们。宇川，你怎么把碗都洗了？我来就好。你怎么还没睡？我睡不着，就想着来看看我的鱼苗。你打算养鱼吗？我今天从河里捞到不少鲫鱼，大的拿到镇上饭馆卖了，换了些米面粮油，小的就当鱼苗养着，以后挣了大钱就盖个大房子，再给小豆包攒些学费。林之瑜自然而然地跟他说着以后得打算养鲫鱼的事，并不打算瞒着他，毕竟以后要在一起过日子。宋宇川安静地听了半晌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来递给他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这个月的工资，你先拿着用，如果不够，回头我跟单位预支一点。不用，我今天卖鱼之后还有剩，而且米面粮油买了好多，我们娘俩也用不到什么钱。拿着吧，你一个人在家，又要带孩子，又要养鱼，等鱼养大了还要去卖鱼，手里有点钱，有个什么事也不用慌。我在单位上班也能放心些。给媳妇跟孩子花钱本来就是他应该做的。林之瑜看着手里的钱，心里有点暖又有点酸。我请了3天假，明天陪你回娘家看看二老，买了2罐麦乳精，2包桃酥，还有单位发的2瓶高粱酒和1包茶叶。你看还有什么需要买的？我今天从镇上买了5斤猪肉，明天带上一半，再拎上1条鲫鱼。说起来，我这个当女儿的都没你这个女婿贴心。时间不早了，明天还得早起，快点去休息吧。他说完率先往门口走，走了好几步之后，发现宋宇川并没有跟上来。你还愣着干嘛？难不成你还想继续跟我分房睡？林之瑜是受赵青青挑拨，才故意表现出来疏远他，但这突如其来的转变依然让他很不适应。然而赵青青几乎是哭着跑回家的。赵母听他说了事情的经过，宛若土豆般的脸一沉。林之瑜那个臭不要脸的怂货，居然敢当众给你难堪，他这是找死呢，还想让咱们家还钱？我呸，门都没有！可他诈我的话，现在好多乡亲都知道我骗了他的钱。最重要的是，宋宇川好像不打算跟他离婚了，咱们得想个办法。瞧你那点儿出息，放心吧，想让宋宇川跟林之瑜离婚并不难，自有大把的人看他不顺眼，等着收拾他。明天咱们去林家走一趟。宝贝，起床了，一会儿妈妈带你去姥姥家玩。妈妈，可是你不是不喜欢去姥姥家吗？虽然他很喜欢姥姥家，但因为妈妈不喜欢，每次见了姥姥，2个人都会吵架，所以他从来不提去姥姥家里玩。妈妈和姥姥之前有一些误会，所以才会吵架，这次去姥姥家就是为了解开误会。小豆包乖巧地点了点头，妈妈去哪里他就去哪里。一家3口吃完早餐，林之瑜提着准备好的东西往娘家走去。在林家大门口，林之瑜的2哥林向前看到突然出现的一家3口，嘴巴顿时变成了圆形。小妹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2哥，我们回来看看爸吗？林向前脸上僵了一下，没想到素来跟他不和的妹妹居然喊他2哥，还冲他笑。妈，妹夫来了。林母听到动静，连忙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以前是被人挑唆了，才对你们疏远。好孩子，不说了，妈都知道了。国庆啊，你妹他们一家3口好不容易回来，快去把我养的那2只公鸡宰了。林国庆应了声，就去抓鸡。大姑林芳萍从另外医院里进来，脸上的表情不怎么好。宰什么鸡？那鸡是要留给妈补身体的。你这闺女做了那么多丢人现眼的事，她配吃吗？这大姑姐早就出嫁了，因为跟夫家关系不好，所以带着孩子搬回了娘家。这些年，她跟林老太太时不时的找些麻烦，甩些脸子。闭上你的臭嘴！你胡说些什么？我闺女行得正坐得端，她干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儿了？你可别没事找事。再说了，这鸡是我养的，我愿意给谁吃就给谁吃，我不愿意给谁就不给谁，你管得着吗？林芳萍带孩子回娘家多年，早就看上了林家新盖的房子，一直想据为己有，将来留给孩子或者自己养老都好。是你养的没错，可我说了这是给妈补身体用的，怎么难不成你舍不得给？你不给你就是不孝顺。你孝顺，你给他养啊，给他买呀，你狗屁不做，还想拿我的东西当好人，给我滚远点。2人的争吵声引来很多村里人，听到这话纷纷表示不赞同，觉得林母说话难听了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人家方平只是为了孝顺林老太，这有什么错？你闺女那么年轻不吃鸡，什么事都没有，林老太可不行。方平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无知的村妇而已，不像你能干又孝顺，2个女儿也争气。听说仙儿今年考上了京城大学了，以后你可是有享不完的福。这当妈的不孝顺老人，所以这当闺女的也不是个好玩意儿。看看他办的那些荒唐事，什么为了得到宋宇川的重视，故意编造对赵大伟念念不忘的假象，这么多心眼，能是什么好人？真是随了根了。80年代有多少女人被孝顺2字压得痛苦窒息？一旦不孝顺所谓的婆婆，那个儿媳妇就会被所有的亲戚指责谩骂。林芳萍见周围的人都向着自己，立马趁热打铁。林之瑜，你做了这么多丢人现眼的事情，让我们老林家蒙羞。我要是你，我早就跟宋宇川离婚了。大姑，你还没离婚吧？
该孝顺公婆的时候，你跑到娘家里躲清静。还有听说大姑父经常打你，原因就是你总是跟你婆婆吵架。我要是你啊，我现在就带着行李回婆家去，跪在公婆跟前磕头赎罪。当然了，别忘了给他们买点东西啊。不对，我忘记了，你最喜欢抢他们的东西吃。你说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人呢？难道是随了林老太太？林芳萍脸色一僵，她在家里作威作福惯了，就连林父也得给她面子。她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？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，看你不撕烂你的嘴！她冲过来就想去薅林之瑜的头发，林之瑜在她靠近的时候，利落地伸出了腿，踹到了她的小腹上，一下子将人踹出去老远。天杀的，这小混球打自己的亲姑姑了，快来人啊！林芳萍躺在地上，捂着肚子大吼大叫，完全就是一个市井泼妇。这时，赵青青跟赵母不知从哪里也冒了出来。你这孩子怎么犯浑打人呢？方平可是你的亲姑姑，就算说你两句又怎么了？你听着就是了。你忤逆不孝还动手打人，就这德行还配为我们易水村的一员吗？人不犯贱我不犯浑，你也是来找打的吗？对了，我记得你女儿还欠我1000块钱，现在立刻马上还给我。赵母气得牙痒痒，只能矢口否认。什么钱？我不清楚，你有欠条码，别空口无凭的在这耍无赖。听到这话，地上哀嚎的林芳萍突然从地上坐了起来。没错，你不孝顺就算了，还诬赖别人，老林家是容不下你了，赶紧滚！林芳萍心里是得意的，因为现在的局势对她很有利。跟人家耍无赖要钱，殴打自己的亲姑姑，老林家是造了什么孽，生了这么个丧门星？你们没发现，但凡跟他有接触的人，都没什么好下场。听说宋雨川的家底都被他败光了。要我看，像这种不祥的人就应该把他赶出易水村。还有林父林母，谁知道这不祥是不是随了他们？干脆一块离开村子得了，省得在这污染空气，坏了咱们这的风水。这但凡要点脸的，就主动离开了。咱们大家伙都表个态，同意林志宇一家子离开村子的都举恪手。在场的都是林芳萍请来的狐朋狗友，自然都向着他，一时间纷纷举手，让林之瑜一家子滚出易水村。宋雨川眉头紧锁，手臂上的青筋暴起，他上前一步，却被林之瑜拉住。你好好看着孩子，这帮无赖我收拾得了，还不需要你出手。林之瑜冷冷一笑，转身从旁边抽出一根烧火的铁棍，拖着往林芳萍他们那边走。林之瑜也不说废话，抡起铁棍照着林芳萍使劲一砸。哈哈，真怂，再敢胡咧咧，这木桌就是你的下场。随后他又指向赵母二人，你们什么时候还钱？是不是非得让我抽你们一顿？赵青青早就吓得浑身发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往赵母身后躲。还是那句话，你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拿了你的钱，我们又凭什么还你钱？林之瑜皱了皱眉，还真有顽固不化的滚刀肉。他正打算教训一下二人，门口突然进来了一个人。都给我住手！林芳萍一下子像是找到了主心骨，就开始狗叫了。村长，你可不能放过林之瑜这个混蛋王八蛋，他差点打死我，他忤逆不孝，他不要脸。行了，我从头听到尾，你别在我跟前耍这一套。你要是还想在易水村待，别成天想些有的没的，一天到晚净找事儿。你要是不想待，跟我说一声，我让人把你送回你婆家。林芳萍顿时蔫了，她不想回婆家，回去之后那个男人会打死她的。村长威严的视线转了一圈，落到赵青青身上。哼，你挑拨与川郎口子离婚这事儿，我念你年轻不懂事就不追究了。但你骗林之瑜的钱，昨天已经当众承认了，还想要什么证据？非得把你交到派出所，让村里的乡里乡亲都去作证，吃上几年的牢饭。你们自己为了钱不要命可以，但应该不想影响到赵大伟吧？你们不主动还钱，那就让宇川去找赵大伟，听说他们俩是一个单位的。是的，李叔。赵母脸色变了变，赵大伟刚调任到宋宇川的单位，工作还不稳定，这个时候去找他，一定会给他惹大麻烦。他们家还得靠着赵大伟分身，所以赵大伟可不能出手。我们还还不行吗？先答应下来再说，反正又没规定具体时间，什么时候还还不是他们说了算。我给你半天时间，今天午饭前把钱送到林之瑜手里。你要是不按时还钱，我让宇川下午就去县城找赵大伟。赵母一急，竟然当众晕了过去。李光明威严的眸子扫过林芳萍那些狐朋狗友。我易水村虽然穷，但讲究村民之间团结友善，信奉科学。你们这些长舌妇若再敢在村里嚼舌根、传闲话、帮闲腔、管闲事，年底村里给的口粮谁都别想要了。那些人不敢再继续多待，生怕一不小心惹恼了李光明。跟林芳萍的友谊比起来，还是自家的生计更重要些。一个个灰溜溜的离开了。你这丫头果然是不开窍能气死宇川，开了窍敢打死别人，年纪小小的脾气还挺大。李叔，我跟宇川不过是带孩子回家来看看父母，他们不仅又吵又闹，还给我们扣了那么多屎盆子，好像我们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死罪一样。这个年代，人们将名声看得比命都重要。就林芳萍跟赵家母女二人今天这一番闹腾，简直就是冲着要他命来的。
她早就不是以前的林之瑜了，断然没可能再像以前一样怂，任由他们拿捏。金鸡闺蜜为了抢走我的优秀老公，不断挑拨离间我俩的关系，而且还暗中下套，让她的弟弟来败坏我的名声。从此我就成了闺蜜随意操纵的傀儡。家里本该富有的家庭，不仅被我败得一干二净，就连3岁的女儿都饿晕在床上。女人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折磨，便往村口的大树一撞，打算一了了之。可能老天想给她一次重来的机会，于是一位21世纪的集团女总裁魂穿到她身上，必将好好的惩罚他们。接上集。过几天我打算挖的鱼塘，到时候二哥你跟大哥都去帮忙吧，我给你们做饭吃，还给你们开工钱。小妹，你跟哥客气啥？我们给你帮忙都是应该的，谈钱就见外了，你到时候随时招呼我们就行。这会儿正是农闲，地里没啥活，林国庆跟林向前也没个手艺，除了在家里帮着林建军打些小板凳挣点零花钱，去外面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活干。鱼，你挖鱼塘是打算养鱼吗？妈能帮上啥忙不？闺女这次变化太大了，不仅学会了做饭，如今还要挖鱼塘养鱼。林母这心里又骄傲又担忧。妈，到时候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就帮我看着小豆包。行，没问题，我早就跟你爸商量好了，会帮你把孩子看大。以前闺女对他们两口子有意见，如今闺女自己想通了，她自然是要帮着带孩子，帮忙减轻压力。你明天就要走了吗？不是说请了3天假吗？算上昨天也才2天而已。得算上路上的时间，昨天从县城回来算1天，今天算1天，明天早上就得走，不然赶不上去单位的公车。没办法，单位在县郊，离着县城还很远，而且1天就那么1趟车。林之瑜叹了口气，这才相处了1天，莫名其妙有点舍不得了。对了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，之前被找青青骗过去的钱不是要回来了吗？我想在咱们家的口粮地里挖个鱼塘，用来养殖鲫鱼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决定就好。那可是口粮的，你就这么放心的交给我挖鱼塘啊？那万一我要是赔了呢？不说攒的这些钱，连咱们一家3口的口粮都没了。在缺吃少穿的年代，口粮地就跟人的命一样重要，他这么轻松的就答应了，都不带犹豫一下的。没事儿，做任何生意都会有失败的风险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，家里的口粮也不用担心，我下个月除了工资外还会有些补贴。谢谢你这么支持我，你放心，咱们家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，等以后我挣大钱了，就给你买大汽车。男人不都喜欢车吗？宋宇川肯定也喜欢，以后等他挣了大钱，他就给宋宇川买汽车，让他成为村里最炫酷的男人。第2天早上，林之瑜一觉醒来，宋宇川早早的提着提包离开了，被子依旧叠成了方方正正的豆腐块，整整齐齐的放到了最里面，旁边还放着一张纸条。我去上班了，太早就没叫醒你，记得吃早饭。林之瑜摸着那3个字，嘴角不由得弯起，字如其人，都挺板正的。妈妈，你吃菜。真乖，谢谢宝贝。宝贝，妈妈一会儿到镇上去买2只老母鸡，买回来养在咱们院子里，等下了蛋给你蒸鸡蛋糕吃。你去姥姥家跟姥姥玩会儿，中午饭前妈妈就去接你回家好不好？这会儿天已经热了，带着孩子去镇上要走很长的路，他倒是没什么，就怕这一来一去的，小豆包跟着上火。那妈妈，你中午饭前一定要来接我哦。他想跟着妈妈一起去，但他也知道自己个子小，力气也小，走路根本走不远，跟妈妈一起去只会累到妈妈。好，小豆包要乖乖听话，好好吃饭，把身体养得棒棒的，这样就能跟着妈妈到处跑了。对了，妈妈，这2天我看到评论区里有好多哥哥姐姐都在问小说在哪里看。宝贝，那你下次哥哥姐姐在问你的时候，你就说在番茄小说里面搜索我在80有空间就可以了。知道了，妈妈。随后林之瑜把孩子送到林家，交给林母，便马不停蹄地往镇上去了。除了要买2只下蛋的老母鸡，他还想着去镇上的香满园饭馆看看。好几天没去，也不知道这鲫鱼卖的咋样。这次依旧是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，催动意念，从空间里取了满满1箩筐的鲫鱼。林之瑜这才慢悠悠地背着背篓往香满园走去。我说，孙老板，我都接连排了好几早上的队了，怎么一到我鲫鱼汤就卖完了？你这咋回事？是不是故意针对我？倒不是他愿意喝这鲫鱼汤，而是家里的老母亲要喝。最近一段时间老太太这个不爱吃那个没胃口，他为了老人家能吃口饭，算是费了老劲儿了。王老板，我这也没办法，鲫鱼就那么多，哪个上门的顾客我都得罪不起。鲫鱼不够卖，你倒是让供货的给你送啊！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给我整1份出来，不然我把你店砸了，你信不信？这时出来了一个人，约摸着30出头的样子，他手里端着一盆汤。老孙，我这份汤没动呢，你先拿去给人家吧。孙望祖眼前一亮，接过鲫鱼汤递给了中年男人。孙老板，明天我还是这个点来，你会把汤给我准备出来吧？他真的好想拒绝，但中年男人那犹如恶霸一般的目光紧紧地锁着他，大有他敢说个不字，下一秒就直接动手砸店。我尽量。中年男人冷哼一声，从皮夹里掏出几张大团结，放到孙望祖跟前。不是尽量，是一定，不然我就砸店。说完，他留下钱，一手端着汤大摇大摆地走了。孙望祖欲哭无泪地看着收银台上那几张大团结，生平第一次觉得钱不顺眼。咋了，老孙？钱烫手？你这会儿能乐就可劲儿乐吧。那卖鲫鱼的姑娘再不来，我这饭馆明天不被王老板砸了，
也开不了几天了，到时候你就回你自己家里住。实在不行，你就换个供货的呗。我就不信偌大的易水镇找不出第二个卖鲫鱼的。实不相瞒，前几天还真有几个卖鲫鱼的过来，只是那些鲫鱼要么是死的，要么品质不好，煮出来的汤又黑又苦，跟那姑娘卖的鲫鱼简直就是一个地上一个天上，完全没法儿比。可这么干等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你又没记住那姑娘的名字是哪里人，若是想找到她，只能大海里捞针了。话说这鲫鱼汤真的有那么好喝吗？至于他们这么疯抢，要我说还是村里人见识少，这要是在绅士人家都不拿正眼看的。那是因为你一口没喝，你要是尝过之后就不会这么说了，没准儿比他们还疯狂。呵，我才不会这么没出息，那鱼汤就是再端上一盆来放到我眼前，我也会从容淡定。人来到街上，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，每天凌晨5点钟就开始有男女老少来这家店里，只为喝上一碗汤，生怕来晚了就喝不上。孙老板，今天我要是再喝不上这汤，我立马叫人来砸了你的店。妹子，你可算来了，我刚才还说派人去你村里找你买鱼呢，你这次送来多少我都要了。孙老板，这养鱼也需要周期，目前基本上我1周能来送1次，足够你这1周的用量。亲，妹子，都听你的，就还按着上次的价格来，我这就去后堂给你拿钱去。随后孙望祖高高兴兴地往后堂去了。姑娘，你这鲫鱼比别处的鲜活，品质也好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扩大养殖规模，把鲫鱼卖到城里去？他是个商人，若这鲫鱼能卖到外面去，肯定能大赚一笔。这事儿我有想过，我正筹备着挖鱼塘呢，估计过上1个月就能把产量提上去。那你想过销路的事情吗？还有运输跟保鲜的问题。我没打算往城里卖鲜鲫鱼，运输跟保鲜做得再好，到了城里味道估计也会大打折扣，而且我已经承诺了独家供应香满园新鲜的鲫鱼。孙望祖正好从后堂拿钱出来，听到这话忍不住一惊，他知道林之宇讲究，但没想到他这么讲究。那你扩大养殖规模干啥？该不会都指望着这小饭馆都吃下吧？我跟你说，这小镇能有多少人？你应该选择城里的大饭店合作，再不济城里的市场也行。孙望祖的脸立马黑了，他走过去没好气地说道：你懂个屁，我这饭馆也就是现在看着小，以后不会往大了发展吗？我以后还可能发展到省城，发展到全国，人家妹子跟我合作是有远见好眼光，不像你目光短浅。也不知道是谁说前几天喝流量特别小，都快经营不下去了。我是这样想的，先紧着孙老板的饭馆供应新鲜的鲫鱼，等饭馆生意红火了，鲫鱼的知名度打开之后，再做鲫鱼罐头，把鲫鱼罐头卖到城里乃至全国去。他思来想去，还是把鲫鱼做成罐头比较好，虽然没有新鲜鲫鱼的鲜嫩，但又是另外一种风味。哈，你的意思是你要建罐头厂吗？对，我在村里养鲫鱼，以后会在村里办一个加工厂，这样不仅可以节省运输成本，还能延长鲫鱼的保质期。那你办加工厂的话，需要设备啥的，我可以帮忙。我在绅士待了10来年了，有个小公司，对这方面还挺熟的。这事儿不急，我还没存够钱，而且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提高鲫鱼的知名度，等知名度上去了，其他都好说。单靠你自己的话，要想存够了办厂的钱，那得等到猴年马月。我觉得咱们3个可以合作一把，你就专心养鱼，孙望祖负责提高知名度，而我负责筹办加工厂跟开拓市场。孟继凡说的，他确实心动，但他不了解他呀，今天也只是第一次见面，谁知道他实力咋样，人品咋样？妹子，这事儿是我发小太心急了。我这发小外表虽然看着不咋靠谱，但内里却是个靠得住的人。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，对他还算了解。他当初之所以选择跟孙望祖合作，也是看中了他的为人。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，他也不好再推辞。如果咱们合伙干的话，那这利润咋分？你这是答应了？为啥？我跟孙老板合作的挺愉快，他开饭馆坚持选用新鲜的食材，不以次充好，不乱涨价，我信得过他的为人。我是这样想的，等加工厂办好之后，跟你们现在的买卖不牵扯，这利润分成就按3-3-4分，我跟望祖各占3成，林妹子拿4成，如何？你筹办加工厂，出钱出设备，后续还得跑各种手续，大妹子得建鱼塘，得用饵料，还得专业养殖，比起你们的付出，我这基本上没啥投入，所以我拿3成不合适。依我看，我拿2成，大妹子拿5成比较合适。孙望祖想的比较简单，这挣钱发财的事情，他们2个能带他一起，他就已经很感激了，万万不可贪心。按3-3-4分成吧，孙老板，你这饭馆每个月都要付房租，还有食材、人工费、电费、水费，开销也不小，这些都算前期投入，后期宣传肯定还会有其他花费，所以你拿3成是合理的。他下定决心合作，觉得孙望祖这人很可靠，应该不会坑他，这桩买卖能稳妥不少。对了，孙老板，你对提高鲫鱼汤知名度方面有啥想法吗？我觉得现在的方法就挺好，现选现炖，虽然需要耗费一部分时间，但食客们也都接受，
实不相瞒，这几天凌晨4点钟的时候，饭馆门口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都是为了鲫鱼汤而来。林之宇点了点头，是这么个理。这年头，人们口头相传便是最好的广告。那我回去就建鱼塘，差不多1个月之后，每天都能供应100斤左右。孙望祖的眼睛亮了亮，按着他饭馆目前的火爆程度来说，一天消化掉100斤完全没问题。宇川，你咋才回来？今天中午食堂吃米饭跟白菜粉条，我给你打好了，你再不回来，饭菜都凉透了。在路上耽搁了。厂里现在都传遍了，说宋宇川这次匆忙回去就是为了办离婚，心里也挺不是滋味，为他感到不值。宇川，2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但2条腿的女人多的是，尤其你长得好，又能挣钱，还是大学生，就你这条件，随便哪一条拎出来都能找个优质的对象。你说啥呢？谁告诉你我离婚了？梁尚敬见他不像开玩笑，连忙争了脸色，把厂里的传闻1五1十的跟他讲了。这帮人真是闲的没事干。这么说，你没离婚了？其实也不怪他们瞎转，都是赵大伟那个臭不要脸的造的谣。前几天你前脚刚走，他就把嫂子勾搭他的事传得沸沸扬扬的。宋宇川眉宇间一派严肃，他只是想把钱省下来补贴家里，没想到居然阴差阳错被人误会了。我没离婚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好，还有也从来没有勾搭过任何人。他是被赵大伟的姐姐给骗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赵大伟那小白脸可真够臭不要脸的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居然还敢造谣编排嫂子呢。要我说，这小白脸就是欠抽，咱们能晚上找个机会把他约出来，给他套个麻袋，狠狠地抽他一顿，咋样？别动不动打打杀杀的，咱们是文明人，得用文明的方式解决。打赵大伟一顿，只能当下出口恶气。林之瑜被赵青青骗了4年，名声尽毁，后来还差点丢了性命。可没这么便宜的事，女人把不要钱的水往鱼身上撒，不料下一秒竟然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了2倍。据接上集，宇川，你果真在宿舍呢？我从家里带了些红烧肉，特意给你拿过来尝尝，别总吃开水泡白米饭，那样没营养，会把身体毁掉的。哈哈，还没去找那孙子算账，你倒是主动上门来了。梁公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我跟宇川一个村的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关系本来就好。如今他离婚了，我好心过来安慰他一下，这有什么错？你别在那瞎造谣了，人家宇川跟嫂子关系好着呢，你这么盼着人家2口子离婚，是见不得人家挺幸福，还是心里有问题？什么？宋宇川跟林之玉没离婚？林之玉她不是个好女人，明明都跟你结婚了，还对我百般纠缠，这样的女人，你还留着她干嘛？宇川，我是真心为你好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跟她离了的了。以你这样的条件，什么样的好女人找不到？梁尚敬已经忍不了了，他捏了捏拳头，想抽赵大伟这个蠢猪头，狠狠地抽他。你说我媳妇对你百般纠缠，你拿出来证据来。这还要什么证据吗？这事儿村里人都知道，一水村里随便一个人都能作证。那好，那咱们就把事情掰扯明白了。尚进，你去把王科长跟李部长请过来。梁尚敬应了一声，立马跑去请人。王科长是宋宇川的上司，李部长主管人事，都是挺大的领导。赵大伟心里突然涌上来一股不好的预感。宇川，我只是关心你而已，你把领导请过来干嘛？宋宇川懒得搭理他，坐在床上静默不言。没一会儿，王科长跟李部长都赶了过来。赵大伟，既然你说你们村的人可以作证，宇川媳妇对你百般纠缠，那你就让他们出来作证，没有证据就是污蔑。赵大伟自己只是来撮合赵青青跟宋宇川的，怎么就扯到了请人作证上？他并不想把事情闹大，这对他没什么好处。王科长，我们村离咱们这太远，村民都没出过远门，没啥见识，肯定都不愿意来。不必这么麻烦，我这里有电话，村长李光明家也有电话，一个电话的事儿。宋宇川根本不给赵大伟拒绝的机会，当即将电话拨通了，并且按了免提。哪位？李叔，我是赵大伟。是这样，电话接通之后，赵大伟立马抢先说了一通。大伟呀，你姐姐赵青青已经当众承认了，是你跟她一起骗了宇川媳妇，你怎么好意思让我给你做伪证呢？你等会儿，我这正好有几个村民，他们能证明宇川媳妇从来没勾搭过你，都是你跟你姐姐骗的人家。大伟，我是王婶子，咋到了现在你还撒谎呢？不把宇川2口子搅和离婚了不罢休是不是？人家招你们还是惹你们了？你们要这么心黑，骗人家钱不说还污蔑人家。我是李婶子，我那天确实听到赵青青亲口承认，她看上了宇川，想嫁给他，也为了给大伟出1000块的彩礼钱，这才骗宇川媳妇手里的钱。我这就这几位村民都愿意给宇川2口子作证，要是人还不够的话，我这就去把村里人都请过来。若是需要去你们单位当面作证，我们也都愿意去一趟。不用了，这就足够了。李村长真是麻烦你了。电话挂断之后，屋里的人全都沉默了，每个人的心情都有些复杂，尤其是跟着赵大伟一起过来的工友。不是这样的，林之瑜就是勾搭我来着，他们都在撒谎，肯定是宋宇川这次回去给了他们改口费，让他们统一口径诬陷我。一个人会撒谎，整个村的人还都能撒谎不成？铁一般的证据都摆在眼前了，真当我们大家伙都瞎了？王科长毫不留情地戳穿了赵大伟话里的漏洞，工友们对他也是诸多埋怨。赵大伟，你可真不要脸！
我还以为你是个体面人，格局大呢，哪成想你心黑手毒，下的都是致命的死手。你根本不是来安慰宋主任的，你是借机来打探情况的，想让宋主任给你当姐夫，还把我们大家伙当你的枪使。宋主任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说，原来你早就预谋好了，巴不得人家两口子离婚呢。你这人真是太可怕了。赵大伟还想反驳几句，王科长却打断了他。行了，都少说两句。李部长，赵大伟造谣生事，肆意污蔑他人，进厂短短几天就把厂里弄得传闻满天飞，人品恶劣，手段下作。当初人是你安排进来的，这事儿你看咋处理？李部长脸上笑呵呵，心里却在骂街了。当初赵大伟的老丈人又是请他喝酒，又是塞大红包给他，哭着求着让他把赵大伟弄进来。没想到这个赵大伟如此拎不清，给他惹出来这么大的麻烦来。这事儿确实是赵大伟做的不对，情节恶劣，必须严惩，把他调到车间生产线上，在全厂通报批评，记一次大过。怎么样？他打算的挺好，先让赵大伟去车间避避风头，等这事儿过去了，他再找机会把人调回来。见王科长不说话，李部长脸色沉了沉。年轻人嘛，有时候难免会急功近利些，犯些错误也正常。对于这个结果，宋宇川要是不接受，那就是心胸狭窄，容不下人。可要是接受了，这不是活活受窝囊气呢吗？我觉得是罚得太过了。李部长说的对，年轻人谁不犯错误？全场通报批评，记大过，调任车间，这每一个处罚都太重。赵大伟这么年轻，哪里受得住？所以我决定还是交给派出所处理，想必也就是关上几天而已。比起李部长给的这些严惩，这个比较轻也合理。放屁！这事儿要是闹到了派出所，哪里是关几天这么简单？到时候赵大伟老丈人肯定会跑到单位里来闹，那我收红包的事可就瞒不住了。宋主任还真是宽宏大量。不过我突然想起来，前几天赵大伟在工作上出现过一次重大失误，给厂里带来了严重损失。这种人就是害群之马，留在厂里只会造成更可怕的影响，绝不能姑息。所以我决定开除赵大伟。宋宇川点了点头。李部长果真是明察秋毫，公正大义。行，那就按着李部长说的办好了。你们还愣着干啥？还不赶紧将赵大伟请出厂子！几个工友连忙将赵大伟拖了出去。赵大伟连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。李部长沉沉地看了宋宇川跟王科长一眼，轻哼一声，转身跟着出去了。李部长，你这是啥意思？嫌我老丈人给你送的红包不够厚是不是？谁让你不知死活去招惹宋宇川的？那小子狡猾着呢，连我都得让他3分。事到如今，还说这些没用的干啥？我工作没了咋办？你得管。你要是不管，我就让我老丈人来厂里闹。他突然有些后悔收那个红包了。谁能想到赵大伟不仅扶不上墙，还是一块没皮没脸的粘皮糖，一旦粘上就甩不掉。你先回家去，我过几天亲自去你老丈人那里谢罪。行，那我就回家等你了。等李部长上门赔罪，他一定狮子大开口，让他得找个比厂主任还牛气的工作，到时候肯定能把宋宇川给比下去。村长，听说邻家妹子要在口粮地上建鱼塘，我就是来问问，鱼塘里是不是会有污水产生？会不会影响到周边口粮地里的收成？谁说鱼塘会有污水产生，还会影响粮食收成的？钟义媳妇这人老实，心思单纯，没人告诉他这些，他断然不会跑来找他。是我大伯母。钟义嫂子，你那口粮的有多大？有2亩左右。李叔，如果是正常的口粮地，1年1亩地的产量是多少？有300斤左右。那2亩地就是600斤。钟义嫂子，鱼塘是需要定期更换水，但应该不会影响庄稼产量，不然我养的鲫鱼长期生活在有问题的水里，也会有问题的。不过既然你有这方面的担心，那能不能把地租给我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每年给你600斤细白面，如果你不想要细白面，我也可以按着市价给你钱。600斤的话，那就是1年120块钱，另外公粮也都由我来交。赵忠义媳妇一愣，反应过来连忙摇头。不，妹子，我家那地是荒地开出来的，1年到头也就产100来斤的粮食。李叔，你来说说看。鱼鱼手上虽然有点钱，但以后用钱的地方多，也禁不住这么花。李光明仔细想了想，提了一个折中的办法。忠义媳妇，鱼鱼每年给你400斤白面，公粮你自己交，咋样？村长，50斤白面就行了。赵忠义媳妇坚决不肯多要，他那口粮地1年也就产100来斤粮食，交完公粮之后能剩下80来斤，再换成细白面，顶多剩下50斤。而且这样一来，他也不用起早贪黑的去地里干活，还能在家好好带孩子。行了，这事儿我做主了，1年给你400斤白面，你自己交公粮。不过这400斤面不能一下子给你，太多容易坏掉。你每个月从鱼那拿30斤，鱼的那40斤在年底一并给你。李光明不再拉扯，一锤子定下来。我给你们定个协议，以后若是鱼不搞鱼塘了，忠义媳妇要是还想种哪地，那就拿回去继续种，不想要了就交给村里，再让鱼给你们从荒地里开出一块来。忠义嫂子，忠义大哥在哪里打工啊？他在镇上打零工，找到活儿就干，没活的时候就四处找活干，没有固定的地方。是这样的啊，这不是我马上要建鱼塘了吗？需要请人帮我挖鱼塘，1天给1块钱的工钱，中午管1顿饭。忠义大哥要是觉得行，
可以来我这帮我挖鱼塘，工期嘛7天左右。那感情好，太谢谢你了，妹子。钟义媳妇激动的连声音都哑了，她不太会说话，能说出来的也只有这几句简单的感谢。没事儿，客气啥？那妹子没事儿的话，我就带小虎子先回去了。今天我家那口子正好回来，我赶紧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去。对了，叔，人找够了吗？还不够呢，有17个报名的，这会儿估摸着都去山上捡柴挖野菜了，下午应该人更多一点。那再加上钟义大哥和我2个哥哥就够了。李叔，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开工。行，我一会儿就在大喇叭里通知一下，你回去也准备准备。这开土动工得准备好多东西。林之瑜打算再去一趟镇上。赵神子，你说林之瑜的鱼塘根本建不起来，到底有啥证据？该不会是在诓我们，故意拦着不让我们去报名吧？赵婶子，你别光扯闲天，倒是把证据拿出来啊，不然我们可就走了。不是我不拿，是这证据还没到，不过也快到了，顶多再等5分钟。突然间，只见钟义媳妇抱着小虎子正往这边走，全都是一头雾水。各位，你们要的证据来了。钟义媳妇，听说林家鱼要建的鱼塘会产生污水，你家那口粮的会被影响的颗粒无收，这是真的吗？这还用问吗？你们看看钟义媳妇这双眼哭得跟桃核一样，她一定是因为反对林之瑜建鱼塘，被林之瑜给欺负了。钟义家日子过得多不容易啊，林之瑜这个黑心肝的居然也下得去手。钟义媳妇你别怕，我们都支持你。林之瑜若是坚持要建那鱼塘，我们就一块儿去村长家帮你讨个公道。这林之瑜平时看着挺好的呀，没想到心这么黑。钟义家的都多不容易了，还欺负人家，也不怕遭雷劈。柿子专挑软的捏，麻绳专挑细处断。这林之瑜准是看准了钟义媳妇老是好欺负，才会这么肆无忌惮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们确实不能不管。钟义嫂子，我们愿意去村长家里帮你讨公道。够了，你们别再说了。林家妹子建鱼塘是会定期排水，但那水对庄稼没有影响。我支持她建鱼塘。林家妹子人非常善良，不仅没有欺负我，还对我非常好。你们不用为了我讨啥公道，都散了吧。先，她没欺负你，那你哭啥？钟义媳妇脸色一白，这个大伯母不仅做事难看，说话还特别难听。我哭是因为林家妹子对我太好了，我听了你的话，去村场里打听鱼塘排水会不会影响庄稼收成的事儿，恰好碰到了林家妹子，她很明确的告诉我，那排水不会影响庄稼，因为水有问题的话，鱼也会有问题。但为了让我安心，她选择把我家的地租下来，每年给我400斤细白面。我因为太感动才哭了，不行吗？大伯母，真是非常感谢你的关心，不过我们真的不需要，你以后别管我家的事了。还有，林家妹子人好心善，建鱼塘那也是因为人家有想法有本事，你若是看了眼红，你也可以去建个鱼塘，切莫在背后编排林家妹子。钟义媳妇说完，抱着小虎子直接走进自己家。赵婶子，你这事儿办得太不讲究了，亏我们还这么信任你，放着自己的事不做，跑来跟你看什么证据？结果你害得我们跟着你乱出头，被钟义媳妇嫌弃不说，还差点去找林家妹子的麻烦，险些铸成大错。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直接把不满表现在了脸上。就你们这样的，即使去报名了，人家也不要你们。我这是帮你们呢，省得你们白费力气。赵婶子理直气壮地说道。围观的众人真正见识到了赵母的胡搅蛮缠。了，你这样不行，硬的不行，就来软的呗。啥玩意儿？跟林之瑜那个臭蹄子服软？你真是我闺女吗？哪能真服软呢？林之瑜不是明天开工吗？我就去跟他和好，当着大家伙的面，他还能拒绝我不成？等我再次成为他的朋友，你看着吧，要不了几天，他就会像以前一样听我的话。赵青青信心满满，她有90%把握拿下林之瑜。赵母的怒气这才小一些，还是她闺女厉害。接上集，当天下午，林之瑜熬了一大锅鲫鱼汤，用干净的瓦罐装好，带着去了李光明家。你李叔打酒去了，估摸着也快回来了。婶子，这是我炖的鲫鱼汤。上次李叔跟我爸喝酒的时候，听他提起过你喜欢喝鲫鱼汤，所以我多炖了一些，拿过来给你尝尝鲜。也来就来嘛，咋还给婶子带东西？这也太见外了。李婶子有些受宠若惊，她接过瓦罐，忍不住吸了口气。好香啊！啥东西这么香啊？是鲫鱼汤吗？李宝珠跟着李光明一起进来，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味，她眼睛顿时亮了亮。你这孩子干活不行，会吃的倒是一闻一个准。这是我闺女宝珠，小时候身体不好，一直在她姨家养着，前些天才回家里来。姨姨，你这厨艺是真好。就那鲫鱼汤，我爸刚带回来的时候，我一闻口水差点掉出来。等我喝过之后，更是满嘴的鲜香四溢，不仅我身上松快了很多，就连心情都变好了不少。鱼，你这鲫鱼是从哪儿买的？回头婶子也去买几条。上次你教了你李叔炖鱼汤的秘诀，他告诉我之后，我也想试试看。婶子，这是我自己养的鲫鱼，你喜欢的话，我送你几条。实不相瞒，我想在口粮地上建个鱼塘养鲫鱼。今天来找李叔就是想问问，都需要办些啥手续？倒也不复杂，
你虽然不种地了，但因为占的是口粮地，所以交公粮的时候你得交份钱。还有就是不能影响到周围其他的村民种庄稼，这是宇川知道吗？李叔，这事儿我同宇川商量好了，我想趁着这个机会把鱼塘建起来，而且我跟镇上的朋友谈好了，等鱼塘建好，产量上来了，就在村里办个罐头加工厂，到时候村里人有份工作，日子也会越过越好。林之瑜对李光明也没瞒着，把自己的计划诚恳地说了出来，想在一水村发展壮大，肯定要得到村长的大力支持，这样路才会好走一些。你建鱼塘办工厂这是好事，需要用啥尽管开口，叔能帮的一定尽全力帮。既然李叔你也支持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是这样，我得请20来个年轻的劳动力来帮我挖鱼塘，我给他们发工资，1天1块钱，中午管1顿饭，这个李叔你得帮我张罗一下。另外我还想买防渗膜跟生石灰，李叔你知道哪有卖的吗？如果找不到，他就得找孟继凡，让他托人从南方弄来，那样一来，建鱼塘的工期就会往后延迟一段时间。张罗人倒是没问题，这会儿正是农闲，好多人都在家里待着呢。生石灰的话，我有一个镇上的朋友能弄来，不过这防渗膜是啥东西，我没听说过。那个防渗膜我听说过啊，一种防水防渗还透气的材料嘛。咦，这个我可以帮你弄来，我姨母在机关单位上班，她认识卖这种材料的人，我听她说过。太好了，宝珠，那你尽快帮我联系联系。没问题，都包在我身上，我明天就能给你答复。李宝珠爽朗道，他终于有能帮得上的忙了。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，小豆包也还在家里等我呢。林之瑜走后，李婶子不禁有些郁闷。我说你们俩咋回事？鱼他拿口粮地建鱼塘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怎么俩不拦着点？妈，你不懂，鱼是有大志向的人。我就是觉得鱼变化的像今天这么好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拿口粮地建鱼塘那得冒多大的风险呢？能挣着钱固然皆大欢喜，但万一赔了的话，口粮丢了不说，还有可能欠一屁股债。他们一家3口这日子以后咋过？我知道你是为了他们2口子考虑，但就像鱼说的，在口粮地上建鱼塘养鲫鱼，是为了奔向更好的生活。日子过得没有奔头，那还叫啥过日子？这鱼塘要是建好了，鲫鱼也养好了，再建个加工厂，到时候肯定需要好多劳动力，村里人不用去外面，在村里就能有份工作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别弄得好像就你们都懂，我啥都不懂一样。放心好了，我也会帮忙的。李光明办事挺有效率。傍晚时分，趁着大家伙都不忙，用大喇叭将林之瑜建鱼塘的事情喊了好几遍，让村里有想干活的年轻劳壮都去他那里报名。赵青青听到这个消息，气得浑身哆嗦。1天1块钱的工资，中午还管饭，这小贱蹄子可真敢花，那些钱可都是咱们家的，他真是臭不要脸，还要招20个人，1天1人1块钱，那1天就是20块钱，工期最少7天，那就是140块钱，这还不算午饭的开销。凭啥林之瑜的日子越过越好，咱们越过越差？咋办呢？我都快要烦死了。赵青青心情暴躁到了极点，赵母也不好受，突然想起来今天有一封信送到家里，于是递给了赵青青。你弟弟回信了，快看看他都写了些啥，他媳妇有没有给你介绍城里的对象？他大略地将信看完，眉头狠狠地拧了起来。咋了？信上说了些啥？赵母大字不识一个，看不懂信上说了什么，但看到赵青青眉头紧锁，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，有些不好的预感。信上说他不知道咱们这边出事了，还以为宋雨川跟林之瑜已经离婚了呢，他跑去找宋雨川，想要撮合我们的婚事，没想到被宋雨川整了，这会儿被单位开除了，怨咱们通信通得不及时。赵母身上一软，感觉天都塌了。一定是林之瑜这个小蹄子给宋雨川吹了枕边风，才让他对大伟下这么狠的手，他这是不想让咱们好过，你快想个办法呀。林之瑜不是想在口粮地上建鱼塘吗？若是有人反对，岂不是建不成了？赵青青眼睛亮了亮，心了这才舒坦了些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赵母去了隔壁的赵忠一家。侄媳妇，吃早饭没有啊？大伯母，你来是有何事儿？你这孩子咋说话呢？我是你大伯母，来看看你们不是应该的。那没啥好看的，你可以走了。呵呵，你这孩子可真没礼貌，咋能赶我走呢？我可是好心给你送信来了。林之瑜要在他们家的口粮地上建鱼塘，这事儿你听说了吧？据我所知，这鱼塘的定期排放污水，你们家的地紧挨着他家的地，到时候肯定会产生不好的影响。那地里的粮食产量本来就低，若是再被影响的颗粒无收，你们娘俩可怎么活呢？这不是活生生的要你们的命啊！赵忠义媳妇眉头紧锁，这事儿他听说了，可没听说鱼塘还会影响他家的口粮地。我觉得吧，你应该去跟村长说明情况，总不能因为林之瑜要建鱼塘，就不管你们的死活了。我知道了，你走吧。赵忠义媳妇开始赶人了，赵母的目的已经达到，也不愿意多待，立马走了。两位婶子，宝珠，你们咋来了？看你这孩子说的这是啥话？你建鱼塘这么大的事情，婶子咋不得来庆贺庆贺，帮帮忙啥的？对，婶子的一点心意。
王婶子快人快语，将手里的篮子递了过去，里面是5斤挂面。婶子，咋好意思让你破费呢？雨，你就收下吧。我们本来把东西都送到了你家里，但你家大门锁着，我们又听到了放鞭炮的声音，猜想着你一定在这里。看到李宝珠手里也挎着篮子，他不由开玩笑道：咋的，宝珠？难道你也要送我礼物吗？那当然了，我给你带的这些可是好东西。李宝珠将篮子上盖的棉布扯开，露出里面的玉米面年糕。是年糕呀，可年糕不是应该过年的时候才做吗？这会儿咋会有？嘿嘿，这是我拜托姨母做的，所以今天特意给你送来，祝你年年登高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谢谢，我很喜欢，等晚上回家的时候蒸一下再吃。随后钟义媳妇也挎着篮子走了过来。林家妹子，今天你鱼塘开工动土，祝贺你诸事顺利。钟义嫂子，你中午跟小虎子来这里吃饭吧，一会儿帮我捡捡柴，我这有些忙不开。你回去的时候顺便带30斤细白面回去，本来想给你送到家里的，但既然你来了，我就偷个懒不跑这一趟了。对，好的。依依，你看那边谁来了？那不是赵青青吗？她来干啥？李宝珠已经从母亲那知道了赵青青办的那些事儿，该不会是来给你送礼道贺的吧？依依，我来给你道贺来了，恭喜你啊，建鱼塘动工。还有以前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说你是来向我道歉的？对啊，依依，这些天我吃不好睡不好，每天都在想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求你的原谅。之前为了还你钱，我妈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。我最近手头紧张得很，买不了太贵重的东西，但礼轻情意重，这是我的一番心意，希望你别嫌弃。对了，你这还有啥活需要我帮忙吗？有就尽管开口，千万别跟我客气。可之前你每次骗我钱的时候，也是一上来就给我道歉，说你以前做的不对，不该骂我，不该把宇川给我的钱还有那些高档礼品全拿走，更不该把我留给小豆包的口粮也拿去。我每次都心软原谅你了，但你下一次只会比以前骗得更狠，拿得更多，我再也不要相信你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保证。依依，我向你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骗你了。呵呵，保证算个屁，你有本事发毒誓啊，就说你以后要是再骗鱼一次，就不得好死。王婶子是个人精，她早就按耐不住想要帮腔了，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话茬。这会让她抓到了话茬，她肯定要好好发挥一番。你傻你不敢是不是？我就奇了怪了，鱼是跑你家祖坟了，还是骂你祖宗了？你咋就抓着鱼不放？还有，要说日子清苦，周义媳妇家比你家清苦多了吧？人家还提一篮子鸡蛋来呢，你拿着2把破野菜膈应谁呢？我看你这道歉是假，上门来占便宜是真，咋地？现在看鱼见鱼塘，日子好过了，又想从他手里骗钱。王婶子也不留情面，赵青青那点小心思，当真以为她看不出来。依依，我真的是来跟你和好的，如果非要发毒誓来证明诚意的话，那我就发誓。我不想你发毒誓，但我并不是心疼你，我只是不想再跟你有关系。你除了骗我之外，还惦记我男人，你告诉我，让我咋原谅你？我对宇川真没那个意思，这都是误会。行了，赵青青，你真当大家都是意料不长。宇川回来那天，你去鱼家里撺掇人家2口子离婚，还当众承认你喜欢宇川，各种贬低侮辱鱼，这些村里的大伙都可以作证。李婶子原本不想搭理赵青青，见她如此拎不清，忍不住来气。可恶，这小贱蹄子自打撞树后，怎么就突然变了个人似的？你滚回去吧，人家鱼不想看见你。什么人啊这是？看见人好了就想来跟人家攀关系。随后赵青青也是咬牙切齿的离开了，满脸愤怒。林姨姨，你家门口停了一辆大汽车，里面有2个叔叔，说是来找你的呢。姨姨，那汽车可大呢，比大伟叔叔娶媳妇用的大汽车还大，轰隆隆的把地上的土都震飞了。姨姨，2个叔叔让我们来告诉你一声，让你赶紧回家一趟呢。好，谢谢你们了，姨姨知道了，等下姨姨请你们吃奶糖。林之瑜不禁有些好奇，自己不认识啥开大汽车的男人，可对方知道他家的地址，又指名道姓的来找他，所以肯定不是找错人了。林之瑜索性回家看看，就什么都明白。赵青青从荒地里跑出来，心里既委屈又愤怒。她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像今天这么丢脸过。她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打算趁着林之瑜不在家，把他家里的窗户砸了，出口恶气。不过等到了林之瑜家门口，却发现那里停着一辆大汽车，车厢上面装满了东西，旁边还站着2个男人。如果你们赶时间的话，可以先把东西拿下来放到门口，等我朋友拿钥匙来了，打开门，我再拿进去。可宇川托我们带的是一辆自行车跟一台缝纫机，自行车还好说，缝纫机的话太重，你能搬进去吗？可以，我说了吗？我朋友会过来，到时候他会帮我的。他心里都盘算好了，等把这2个男人忽悠走了，先把自行车骑家里去，再把赵母赵父喊过来，帮他抬缝纫机。那没什么事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走吧走吧。他已经将自行车跟缝纫机骗到手了，对那2人的态度也开始不耐烦起来，他甚至都没看他们一眼。赵青青，你在我家门口干啥呢？林之瑜背着背篓从地里回来，就看到2个男人正打算开车离开。哈，赵青青，下去看看啥情况。要是有人冒名顶替了林之瑜，将自行车跟缝纫机昧下，那他们这趟跑的就太失败了。
可再耽误下去就不能按时送货了。上面要是怪罪下来，咱俩可吃不了兜着走。没事，还有10分钟呢，不弄清楚了，这心里也不踏实。你们2个到底谁是林之瑜？有啥证明没有？赵青青知道这2个男人赶时间，根本不可能在村子里停留很久。只要他一直坚持自己就是林之瑜，熬到2个男人离开就成。正巧赵母慢悠悠地走了过来。赵神子，你来的正好，这2位大哥是宇川单位的同事，来给我送自行车跟缝纫机。明明我才是林之瑜，这个女人跑过来乱喊了一通，导致2位大哥对我有些误会。你快来帮我证明一下，我就是货真价实的林之瑜。哎呦，鱼，你可真逗乐，你就是林之瑜啊，这是大伙都知道的事情，这还咋证明？根本不用提前通气，赵青青几句话说出来，赵母就配合上了。2位大哥，我有人证，这下你们可以放心了吧？你们别理这女人，她脑袋有点问题，看我跟宇川感情好，嫉妒我，老想着搞破坏呢。我有我家的钥匙，可以打开大门。那钥匙明明是我落在你那里的。我们可以去村长家，让村长召集村里所有人，他们都能证明。2位大哥要赶时间，没工夫陪你胡闹，耽误了2位大哥的正事儿，你担当不起。赵青青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，林之瑜每说一句话，她都能压制住。赵青青，你是真的狗，你够了，一个女孩子家的满嘴谎话脏话，说出去也不嫌丢人。你这么喜欢宇川，但他却不喜欢你，你知道原因吗？他跟我说过，其实你人还可以，但你们老赵家不行。如果你没有自私贪婪的父母，没有不务正业的弟弟，那他当初还真有可能会娶你。说起来，是你们老赵家一家子亲手毁了你和宇川的好姻缘，这才便宜了我，我得好好谢谢老赵家。林之瑜笑笑，一个坑没掉进去，那就在他周围挖满了坑。那慢条斯理的模样刺痛了赵青青，尤其是听到宇川不喜欢他的原因时，气得直接炸了。林之瑜，你放屁！你少在这里挑拨我们老赵家！赵青青气急败坏的吼道。说完之后，赵青青用手捂住了嘴巴，连忙扯着赵母跑家里去了，生怕后面把事情闹大了被村里知道。弟妹，真是对不住了，都怪我们没问清楚，差点将宇川给你捎带的东西给了别人。没事儿，还得谢谢2位大哥特意来家里送一趟。对呀，弟妹，这是宇川给你写的信。林之瑜接了过来，笑了笑，心底有一种奇妙的感觉。你们从山市回来，还会经过我们村吗？路过，不过我们这次要在那边待几天，估摸着回来路过你们村的话得7天后了。咋地，弟妹，是有东西要让我们给宇川捎带回去吗？是呢，我想给宇川捎点东西，只是要麻烦2位大哥到时候再辛苦跑一趟，回头让宇川请你们喝酒。宋宇川心里惦念着他也得回点东西表表心意。7天的时间足够他准备了。没问题，弟妹，我们大概得7天后的下午到你们村，到时候你把东西准备好就行。男人一口答应下来，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他们就要离开了。